我昨天收到了一条手机通知，它告诉我平均每个星期有40-50个小时在玩手机。如果这样算下来，我平均每天看手机的时间都有6-7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恐怖了，尤其是每一次玩手机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放松或者是愉快。所以在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手机对我们的影响。如果说让我选一个我每天都会用到的电子产品，那一定是手机了。有时候我不一定会用到电脑，可是手机是我每天一定会用的。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我就会拿起手机检查一下昨天没有看的信息，或者是没有回复的消息，然后刷着刷着就过去了半个小时才起床。到了晚上的时候，以前我可能会花半个小时读书，可是现在我可能会花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来刷手机看短视频，所以养成了不太好的作息习惯，晚上经常熬夜，在12点钟以后才睡觉。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手机的正面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哪些便利和好处。第一个，手机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的方便。譬如说，我们现在每次出门坐地铁，直接用手机刷卡。譬如说，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也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也要用到手机去导航，去查地图。还有一些政府业务，以前我们可能要去到现场排队填表格，预约时间，进行人工审核，但是现在很多业务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譬如说人脸识别、预约时间等等，这一切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对于学生和工作党来说，手机也让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变得更加方便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手机背单词，或者是看新闻、听听力。你不用背着一个电脑，或者是去图书馆查很多的资料，你只要用手机上网就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上班的人来说，你可能会要花1个小时去坐地铁，在这1个小时里，你就可以用手机来看新闻，甚至用手机进行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零碎的时间完完全全的利用起来，不管你是用来学习还是用来娱乐放松，用手机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选择。当然，手机对我们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注意力，就像刚开始我提到的，我有一些坏的作息习惯，睡觉之前喜欢玩手机，对我的眼睛不好。睡觉的时候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对我的脖子和肩不太好。熬夜玩手机对我的睡眠和精神不太好。另外，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去玩手机，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更加容易被分散、被打断。譬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投入，这时候不停会有邮件提醒，或者是一些弹窗提醒，这些小的信息提醒，这些短视频或者是弹窗消息会不停地打扰我们。当我们被打断之后，又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精力重新投入到现有的工作里面，这也让我们更加难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学习和工作。
还有一点，我发现当我习惯了看短视频之后，我就很难有精力去看一本书或者是看长视频。我没有耐心去看完这些长的内容，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去刷短视频，觉得这是一种快速获取多巴胺或者是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的拖延症也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个深层的影响，它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在和小伙伴或者是家人聚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吃饭或者是聊天的时候拿出手机来看。以前我们聚在一起，大家可能更多的坐下来聊天喝酒，面对面的去进行交流。可是现在哪怕我们是坐在同一个房间，我们也不会像以前感觉那么的亲密，还是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去看手机里面的信息。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变少了，也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淡。还有一点，经常刷手机会让人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焦虑和内耗。尤其是喜欢刷社交媒体的人，他们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中别人晒出来的照片，别人展现的生活是非常的让人向往的，可是跟自己的生活比起来，就好像觉得自己过得很差。这种攀比的心态就会让人觉得很自卑，或者是很焦虑。当然，社交媒体也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想拿出手机放松5分钟，休息一下，可是看着看着1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1个小时之后，你发现你不仅没有觉得放松，反而更累了，因为你的大脑并没有休息和放松，他们在这1个小时里不停地在吸取新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很多时候都是垃圾信息或者是无效信息。所以当你刷完这些短视频之后，你可能会感到深深的空虚或者是无聊。虽然前面我们提到了手机的一些好处和一些坏处，但其实手机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本质上来说，手机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学习工作的生产工具，那手机对我们的好处就会比坏处更多。当你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去使用手机，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手机的主人。相反，如果你总是让手机的消息和内容来控制你，不去合理的规划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这个时候就是手机在控制你。所以现在就去看一下你每个星期花多长时间在用手机，你究竟在用手机做些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Okay, so for the script and the key vocabulary, you can go check my Ko-fi page. So remember to review after the class. 记得课后复习。Okay, so 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下节课见，bye.